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美国好像处处挑事比方说拉着印度啊，在红海这里啊，甚至是在菲律宾这边，怎么都有美国的踪迹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印度他们的烈火6，据说这个可以威胁到北京他们可以携带这个10颗核弹头，射程是1.2万公里印度他们现在正在研发新一代的这个弹道飞弹，就叫做烈火6。那他们是首款真正的现代化洲际弹道飞弹，那射程就说可以一直覆盖到这个全中国啊，威胁到北京那他们说是使用固体的燃料火箭发动机，可以携带10颗分导核弹头，重量达到3吨感觉上面好像这个是不是美国也在支持着印度自己在开始研发一些新的武器呢？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他们现在这个军民两用的一些科考船被发现到说是不是在印度洋的海底正在增加研究的活动美国的智库就说这个举动可能是要帮助军队绘制在这个地区爆发一些战争的时候呢，他们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地图就是这个潜艇战的时候，他们可以知道海底的状况是如何的。那也可以应用在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的时候，印度洋可能就是解放军重要的能源补给线所以中国大陆也有所应对。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红海的危机延烧，胡塞就讲说这个我们在红海这边攻击目标将扩及美国的船只这是也门的胡塞官员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宣称了。那也门的胡塞承认并且放话说，未来会对于也门任何的攻击都会有所回应。他们也承认已经有弹袭美国的货船。那再来，他有一些迹象显示出来，他们现在红海的一些商船现在要躲飞弹都出奇招。他们称自己是中国人，在行经红海的时候，他们的船上面就会升起5星旗会策略性的讲说自己是来自中国大陆，是 Chinese， 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呼，要来躲避一些袭击可能现在目前真的要宣称自己是中国人比较可以在这红海这边躲避掉一些可能擦枪走火或是一些攻击的状况。那胡塞这边他们在红海这里还有包含伊朗的一些精锐部队，是不是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呢？这是美国的一个看法胡塞组织的军事发言人他们讲说，我们也门胡塞军队把所有的美国以及英国的军舰和船只现在都视为参与攻击我们是可以瞄准的敌人目标。那他们也大方承认毕竟他们是不是背后有这个伊朗的势力呢？这是因为美国不断的是这样宣称啦 CNN 也讲说，伊朗作为胡塞跟哈马斯主要的一个支持者所以试着利用这样的机会以及利用加萨冲突来团结自己跟盟友和代理人，对抗美国在中东这边的一个愿景所以看起来这个红海危机也是不断在延烧，又把中美给牵扯了进去。再来我们看一下南海现在也变成了中美的博弈之地吗？菲律宾现在宣布说要在南海9座岛礁，然后来进行一些这个开发，希望能够更适合军队来居住除了仁爱的暗沙之外呢，这个菲律宾也在南海这边占有了其他8处的岛屿，将要来做一些军事上面的一些开发以及居住用途那现在看起来菲律宾内部的意见也是非常的分歧，有人在讲说杜特地家族跟小马可仕家族已经有一些这个2大政治联盟的关系不断在降温，感觉上面好像也出现了更多的裂痕这2大政治家族的联盟看起来已经不再像是过往了。可是呢，还有更多的消息是说，就连小马可仕家族里面也都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意见。这个对于小马可仕有第一个分歧意见，开第一枪的是他的姐姐，然后现在呢，连他的妹妹艾米也都反对，开了第2枪他讲说反对马可仕当局这个亲美远中的政策，甚至还反对菲律宾的政府干涉台湾的问题。所以呢，看到这个菲国的政府转向美国的做法，马可仕家族内部是不同意的。同时，通过这件事情也说明，现在菲律宾内部非常的分歧跟分裂，普遍都不服从小马可仕当局的一个做法。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还有港媒的报道他们讲说，其实美国在台湾的问题上面是在出一些虚的招数，因为他们真正这个瞄准的是南海，
他说，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台湾是事关国家统一但是南海却事关着国家存亡，因为中国大陆有超过70%的贸易包含能源的进口都要通过南海，所以这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国家的大动脉，所以美国就会锁定在这个南海这个战场。那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呢，中美军方4年来首次进行了对谈。那现在有内幕爆出来说，其实气氛是非常的紧绷美方不允许改变台海的现状，但是中方也是寸步不让，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危机四伏，处处都有这个中美的角力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我觉得美国现在要求美国的船只绕开红海这个海域往其他的地方来运输，这代表美国承认了他无能力护航，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挫败。因为之前我们就预估，我记得上次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我就预估美国跟英国还组什么20国联军是没有办法维护这个海洋通道的安全，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很多国家不会追随美国，所以最后也只有美国只能拉了就是英国。果然最后就是只要跟英国两个国家还闹起来了因为英国就事先泄密了，奇袭突袭的军事行动可以事先泄密，这是人命关天这会害死美国人美国的大兵如果胡塞是有一个比他强而有力的，像伊朗或是像俄罗斯的这种武装力量的话，那美国这一次的这些战斗员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所以那是一个兵家之大忌突袭行动可以提前2、3个小时由《泰晤士报》解漏，告诉对方我要来干你了。对，这个实在是人类间，所以美国的第2次的军事行动就不要不要英国了，英国就给自己找一个台词说，哎呀，他的补给舰有一点问题，这个实在是脸丢尽了好。但是胡塞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把他的封锁红海跟以哈的战争连接起来，目的是要永久和谈，就是停战止战。这个部分里面，在国际间就会有声音会有很多的国家不反对。那不反对的情形下，他就不会太孤立了。他的做法其实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但是他把他跟以哈的问题连结的时候，取得了正当性。所以你看，现在连黄英贤，澳大利亚是追随美国追随到不得了的一个国家。黄英贤现在都启程了，要到约旦、到以色列、到这个巴勒斯坦，而且提出2国方案，而且主张是永续和谈，也就是要停战止战了。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主张停战止战，现在美国跟以色列变成彻底被孤立。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军事的行动里面，胡塞本来是一个按照理论上讲，他的行为是应该被谴责的。可是你看，基本上美国拉不到朋友来，整个欧洲、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不出任何一个兵，结果他只能出这个英国兵，英国还泄密。那你说美国现在只能自己打，现在宣布不打了。我觉得这个代表什么？美国在这个部分里面也真的是 Austin 你住院住太久了。好，来问季老师。菲律宾事实上现在的国内形势是比较复杂一点那去年大概差不多8、9月的时候突然这个菲律宾的众议院要怎么样？要罢免他的现任副总统，叫沙拉这个杜特地。沙拉杜特地不是别人，他就是前任总统杜特地的女儿那这个就有人在传言，就是说是马可斯在搞他，因为2022下一任，因为菲律宾的总统只能做1任。然后总统跟副总统是分开选的。那现在就是说，沙拉杜特地他本来是想选总统的，要跟马可斯。后来有人认为是说，因为杜特地跟马可斯家族2个这个私下协商妥协以后，就变成就是说，好啦，这一任让小马可斯做，下一任就是沙拉杜特地。那问题就是说，有这个君子协定在先，所以这个马可斯就顺利登上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可是为什么传出来就是说，沙拉突然要被菲律宾的众议院罢免，说他非法动用了1.25亿披索的一个秘密基金那这个事情就激怒了杜特地。杜特地说不要逼我重出江湖如果把我的女儿罢免的话，
我可能会重新参选副总统，然后呢，同时我可能会参选参议员，所以这件事情，这个之后菲律宾也发生了蛮多怪事的，然后很多军方啊有一些蠢蠢欲动的感觉啦。不过可能很多人猜测都是主要是两大家族之间对未来菲律宾的权位的一个争夺提前开打，所以菲律宾事实上的话，这个政局过去常常是不稳的。它是家族政治加上军人干政的传统啊，组合起来啊，结构并不稳定。可是呢，现在他们又为了一个什么？他的外交政策，事实上菲律宾的政坛也是非常的分裂。刚刚讲小马可仕的妹妹都不赞成小马可仕的这个有关的，就是说哈，在美国跟在中国大陆之间，现在菲律宾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就是亲美反中。那还有呢？在台湾问题上呢，菲律宾也表达立场。那对这个不只是小马可仕他自己的妹妹反对的原因就是说，这个游戏菲律宾玩不起，而且对菲律宾一点好处都没有。菲律宾这样做只会带给自己的灾难，不会带给自己任何的好处。那小马可仕妹妹这个立场呢，跟杜特地完全一样。对。所以事实上，小马可仕的外交政策现在在国内也是非常争议的。所以内部现在小马可仕上任才1年啊，就已经造成内部的很多重大政策，还有这种政治权力的争夺，造成内部的严重分裂。如果继续下去的话，那菲律宾很可能又陷入到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样的一个政治混乱的局面。好，请教费委员。我继续谈一谈的菲律宾的事啊。菲律宾当然，这个他们内部的事我们无缘智慧，但是它离台湾很近啊，毕竟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啊。现在连这个除了杜特地的家族之外，连小马可仕的妹妹也是菲律宾的参议员啊，Amy啊，她都反对她哥哥的对中美的这个外交政策，以及对台湾的过度的这个不能讲干涉了那种表态哈。我想我们看看上一任的总统杜特地的时候，他对美国也很好，对中国大陆也很好，他获利比他所拿到的好处，从中国大陆跟美国拿到的好处，比现在从中国跟美国拿到好处有没有差别？当然有差别。在他上一任杜特地的时候，两方面他都拿到好处。那这个小马可仕之所以会这样做哈，我们曾经在这节目里面谈论好几次，是不是他脑袋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或者是他爸爸或者他本人呢有什么小辫子在美国的手上否则变化是会那么大。而且国内的很多的政治人物都表态反对，他还是这样做。我们也知道南海对美国自从重返亚洲以后，主要的一个目标就在南海除了当然东海、台湾海峡，他们南海是非常重要。南海对美国跟中国跟菲律宾而言，它是领土之争，也是资源争夺之争当然非常重要。老共会不会在南海他很多的岛礁他就礼让了？我想领土是很难谈的第二个，这个南海对美国跟中国大陆而言中国大陆那是它的命脉它运输的还有很多东西，像原油经过经过那个南海然后运到它的国内，同时美国也要维护在这个地方的霸权。这个霸权它会影响到韩国跟日本的生存权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又断交了，这次是诺鲁在这个我们选后的2天突袭式的断交。那外交部讲说对方的心意已决。外交部的次长田中光宣布与诺鲁断绝外交关系，形容诺鲁是突袭式与我方断交，而且时间耐人寻味。那人在瓜地马拉的外长吴钊燮说，得知此事之后非常的愤怒那他说他在诺鲁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结果怎么竟然这样子呢？震怒。那 PTT
网友就揶揄了，就说这第几次愤怒，你都被突袭10次了，他真的也是断交部长啊，在他这个蔡英文的任内其实已经断交了10国，那吴钊燮的也是功不可没啦。只能这样讲。那可是我们总是用这种断交的方式，就说人家突袭呀，那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那其实吴钊燮他现在，我记得他有讲说，就是520之后他就不再这个继续担任这个外交部长的这个职务。那可是在他任内又再添了一笔断交。那我们看看过去在石斑鱼被禁的时候，陈吉仲也是在讲啊。又是突袭，而且还趁他确诊的时候突袭就是永远我们的这些官员呢，都是一种好像被突袭的感觉啊，什么做不好，我是被突袭，这很像一个解套的一个话术那所以涉外的人是讲说，就是过去在这个1月份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报道说，这个诺鲁暴政争，涉外人士讲亲中派失利，台诺关系更加稳固结果还没稳多久，马上我们就已经变成这个又变成跟我们断交，那到底是怎么样子呢？我们看到就有一些梗图就在那边讲讲说2023年10月底的时候，当时吴钊燮才讲说亲中派失利我们跟诺鲁的关系非常的好，那为什么他们现在跟我们宣布断交嘞？吴钊燮需不需要出来说明清楚那反正保不住邦交国，他们现在就转头是不是就开始要羞辱诺鲁了呢？我们看到很多绿媒就开始在讲说诺鲁什么人口才1.1万人什么卖什么排泄物发大财还说人家普遍有肥胖问题陈柏惟3Q 哥也要讲说他们是靠着挖什么东西发大财，都要开始贬损诺鲁其实好像这有点像恐怖情人，得不到他就要毁掉他那种感觉真的是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反而会觉得说你这个台湾怎么在国际外交上面是这样子在处理的你跟我断交我就把你骂成臭头。那我们看看还有一些那个比方说像三立讲断得好，不用什么援助乞丐国，都开始用这样子的一些话语。绿营在找小丑在洗风向，那赖清德是安静都一声不吭吗？好像这件事情跟他无关，还没到520吗？那这个算蔡英文的事情520之后我再来回答，好像置身事外。现在那个在路上我还没拿到那个钥匙现在还不是我开车所以他就消失了，他就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看巧芯就出来讲，他说民进党政府除了谴责中国大陆之外，你们有什么实际的具体作为吗？一个是认为中华民国是灾难，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的总统，会关心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剩下多少嘛？所以还看到很多的梗图出来讲讲说中华民国的邦交国16强淘汰赛现在不断的在淘汰 out 的越来越多。其实这反过来讲，就是我们的邦交国越来越少，现在还剩下12国换句话说，这个赖清德能不能守住这12国，或者是到520之前会不会还有人跟进呢？跟着诺鲁一起跟我们断交呢？现在还有待观察那我们来看看美国也急了，美国在这个选后立刻就派出了这个资深代表团访台。那其实原本我们看到那个消息在选前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想说可能要过1-2个礼拜才来吧，怎么来的那么急那他们赶紧要跟赖清德来进行闭门会议，他们就说这个见面时候新政府将会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希望美国继续支持。那是不是在别人的眼中看起来这是一个漂亮话场面话，那真实的情况会不会是美国的代表团急着要来画框框就是亮哥的解读因为赖清德在胜选当天的谈话还摆明的要制造跟大陆对决的气氛所以难怪美国急着要派代表团来给他画框框你不要给我超出这条线，你不要做 trouble maker， 才是美国真正担心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看一下德国的商报的报道，他说美国大选才会决定台湾的命运其实决定台湾命运的不是1月13，不是这个上个星期六，2300万人台湾人的投票是在11月份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这个川败有可能在对决万一是川普上来可能又会有不同的一个局面。那我们看这个小马可仕现在当然都是跟着美国就是好像一起抗中嘛那他现在也非常罕见的发了贺电，这个致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这一番话呢，其实也看到很多的绿媒不断的在那边讲说这是承认了台湾承认了这个台湾总统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菲律宾其实从1975年跟台湾断交之后都依循着一中原则。菲律宾的总统祝贺中华民国这个总统当选人的时候
这个举动也是相当的罕见哦，特别是他还出现台湾总统一词，算是这个前所未见了。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费委员，费委员怎么看？我们现在又断交了，还会继续吗？只要美国如果更不支持的话，这个断交会越来越多。我们这个蔡总统上任的时候，23个哈，23，现在只剩下12个哈。诺鲁这个国家，我想可能我们介大使会相对会比较熟悉，它好像是在纽西兰的北边嘛。对，我刚才Google 一下，它很小。21平方公里，21平方公里是台北市的1/12，就按照这么大概跟我们一个行政区差不多大吧哈。人口1.25万人，人均所得1万多块钱哈。但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的诺鲁那个，因为应该是有很多的海鸟在那里，鸟粪，它的鸟粪，它的磷矿啊，是曾经是这个对它国家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哈。诺鲁这个国家我想不是很富有嘛，需要一些经济资源，对和这些国家交往，那当然势必要提出一些经济的协助或者是辅导他们如何在工商上。他们大概应该没有工了，那个人口太少，土地面积也太小了。这个国家应该会受到2个国家主要的影响哈，一个是美国哈，一个是澳洲，当然还可能是中国大陆了哈。中国大陆跟美国、澳洲都一直在抢着想要跟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国，因为尤其是澳洲非常在意了哈，非常在意。所以在这个是我讲，但是我们守不住这个国家，而且是突然通知你，然后马上就断交，这我们的外交真的需要加把劲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哈？因为这个1万多人的国家，我记得我还跟他讲说，他们刚改选完嘛哈，改选完说这个反共的反中共的这个派系输了，那结果呢？结果我们现在就开始骂中国大陆的介入，我们的外交不好哈。平常讲哈，刚好也碰到一个要改变行政院阁员要改变的时候，吴钊燮先生平常心讲，一天到晚碰到断交时会生气对我们的外交到底有什么实质的帮助，我真的看不出来。我也建议利用这个机会是不是换一个人来替国家来扮演。守住我们邦交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好，来请教介老师。其实那个诺鲁断交外交部的这个记者会，田中光讲得很清楚，他说诺鲁去年10月就开始政局产生了变化，那所以他本人也去过一次诺鲁，当然是就巩固邦交了，而且外交部最后决定派这个曾经在诺鲁担任5年大使的这个周进发周大使再回去接任大使，因为他对诺鲁这个过去这个关系非常好，所以他是掌握了一些。可是呢，那记者又问他说，问田中光说，那你觉得这次断交你是不是觉得很意外？田中光讲是一个突然的情况之下，可是问题就是他也说了就是这个诺鲁的变局就已经去年10月就开始了。当时那个时候黄介正国民党的这个驻美代表曾经就诺鲁的事情还特别提出来，因为当时10月10号请了当时诺鲁的前总统来台湾，可是这个总统回到诺鲁10月30号他就被推翻了，就换了新总统。所以当然黄介正说，就是说你光注重这些美国日本大国你邦交国也要注意一下。你知道当时吴钊燮怎么讲？他说黄介正的批评说殊为可笑，罔具学者身份那现在谁比较可笑呢？现在诺鲁断交了，黄介正是怎么讲？在事情有问题，他提出一个提醒，那吴钊燮是在这种态度回应，可见呢，这个充满了情绪然后呢不够理性的吴钊燮，他没有听进别人的话，那所以才会造成。那现在人家很多说。诺鲁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他财政出缺口了，大概差不多23亿台币那23亿台币算起来不到1亿美金嘛，对不对？因为他过去是帮这个澳洲看守澳洲所遣送出来的非法移民，
都放在诺鲁有一些集中营，它看管。现在因为人少了，那诺鲁澳洲要把这个集中营看管营给它收起来，所以诺鲁就没有失去主要来源了，所以财务出状况。如果说这个原因的话，那诺鲁为什么会觉得说他可以要23亿台币呢？因为你给了你当时吴钊燮，你给了立陶宛既无邦交，你给他12亿美金，坏了行情，坏了行情。我们当时在这边就不断的在讲，你这样做的话，所有邦交国都会对你提高需索，而且你不同意给邦交国，人家就是说我还给你外交承认，你跟这些国家既没有外交承认，你为什么给他12亿美金，给我区区23亿台币，不到1亿美金的，你为什么不给呢？大使，我们好奇问因为这个诺鲁会不会只是个开始？我们刚看到一个新的消息就是《环球时报》讲说诺鲁断交只是开始是不是大选之后？接下来对台施压的这个力道会更强，不止这一国。当然是绝对会开始绝对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只是第一张骨牌而已啦。那中国大陆它这个如果要跟我们竞逐邦交国的话，它不是只有这个经济援助这个工具而已。中国大陆在联合国是最具影响力的会员国之一，它可以让联合国很多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方案，它可以在联合国里面帮你争取，通过的时候帮你通过。然后很多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像诺鲁他们这些甚至总理他都很想跑去哪里？跑到联合国机构做事，因为一个月美金2万块的薪水对，联合国他都想去都要谁帮忙？中国大陆去帮忙。所以他除了经济实力很强之外，他还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所以真的我们要在邦交国上跟中国大陆硬碰硬的话，我觉得我们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那问题就变成这个吴钊燮犯了很多战略性的错误。我觉得就是立陶宛那个12亿美金，就是造成我们今天邦交国都动摇的很重要原因之一。好，请教赖老师。这个地方诺鲁是美国、澳大利亚的传统的势力范围，特别是澳大利亚因为美国要求澳大利亚在这个地方来管理经营，那么这么多年，然后我们台湾有邦交也这么多年，地方这么小，台北也1/12，然后人口这么少，11000-2000多人，人均所得不低了，1万美元，比这个乌克兰还高，比越南、菲律宾都高，人均所得但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结果呢可以把这个消息裹到密不通风。台湾的驻这么小一个地方，才1万多人的一个地方，我们的驻诺鲁的大使馆一无所知，任何政治情报都没有。美国、澳大利亚的任何政治情报全部都没有，全部失灵了。然后就在美国的这个总统的特使团来到台湾，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嘣断交了，他的新闻覆盖全部压垮了。这个是什么？美国灰头土脸了。所以你看 AIT 恼羞成怒了，说大家都来发展跟台湾的关系，这叫做恼羞成怒了。那你不是主张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独吗？怎么又变成改口了？这叫做什么？直接打脸美国嘛。为什么说直接打脸美国？这不只是两岸之间的问题，更是中美的问题。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所罗门他跟中国大陆签了安全保障协定的时候，美国已经感觉大陆的力量已经进去了。那大陆的力量已经进去南太平洋岛国，那是一定的道理，因为他要发展大战略，所以一定要走到这里来。那发展大战略走到这里，那过去因为有九二共识，有九二共识的外交休兵，就牵制了大陆不好在这个地方发展。为什么？因为他更看重九二共识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邦交国相对安定，相对安全，美国也就相对安全了。所以美国找了一个副警长，这个澳大利亚对这个地方凶得很，找了一个台湾的凯斯哥，就一直给钱，所以一手硬一手软，两边搭配，那大陆也很难，也不太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发展。但是他需要到这个地方来发展，因为他要发展海权大国的时候，南太平洋岛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好，那现在蔡英文标九二共识，那刚好他就整个发展起来了嘛。美国从2002年打到现在2年多了，布林肯也去了，薛曼也去了，拜登2次邀请这些地方的
18个国家的领袖到白宫去拍全家福，吃了2次饭，一样跟台湾断交，直接打脸美国，这代表什么？是中美的外交战场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立委费鸿泰，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大家都非常期待说接下来的国会恐怕会是一个重头戏哦，因为热闹的很多死对头也好，或者是说很多会有这个擦撞出火花的人都到了这个国会的殿堂哦。那当然，第一个要讲的是谁呢？就是韩国瑜跟王世坚宿敌重逢啊！大家还记得当初的名场面吗？南北菜虫一起串联哦，也就是因为这个王世坚跟韩国瑜的对决，才造成了那一波的韩流。我们再来看一看，你聘一些特定的菜虫当顾问，你这是假北农自重，假北农以令天下。议员，我只是个卖菜卖水果的 ，OK？ 请问台北农产跟蔬菜价格高涨有什么关系？请你解释清楚。南北菜虫一起串联，就是这么简单。那就请中央去抓8个字，请中央就这8个字出面去抓。主席，时间暂停，我喝一口水。那我也喝一口好了。那我没有水啊，可以拿一杯给我。我也口干舌燥。你也可以喝口水了，谢谢流氓也可以喝水啊。那我不喝了，因为我不是流氓。好，我们看到柯文哲在旁边笑到不行哦。其实当时这个场面也是在网络上面引发了一阵这个疯传跟点击啊，在电视台也是不断在播放哦，所以大家也非常期待说，哇，这2位宿敌如果在立院遇到的话，哎，很有看头，未来的4年呐。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于北辰就提了，他说如果韩国瑜当立法院长的话，接下来呢，民进党其实也不用去挡韩国瑜啦，因为他当院长哦，全国的电视都会去看他有没有准时上班哦，立法院的出席率一定会变高。换句话说，其实韩国瑜就是一个焦点啦。那当然，绿媒也是特别的关注他哦。比方说，像之前呢，就讲，这个2018年的时候，卖菜郎韩国瑜扳倒了陈其迈，港都这个绿地变蓝天哦。那时候就讲说，你这个赢了菜摊，丢了江山，也有这样当时的这个讲法嘛。还有呢，就是是不是可以质询韩国瑜呢？这个林国俊讲说，立委都羡慕这个高雄议员哦，所以那时候其实只要哪里有韩国瑜，哪里就有这个声量跟这个焦点注目度哦，所以当时高雄也变成了一个新闻的重心。那再来，我们看看接下来谁会掌舵这个国会龙头呢？现在目前有传出来说，蓝营的党务人士说，好像会锁定黄国昌这样的韩昌配来争立院的龙头哦。那他们说现在目前是这样子在锁定哦，希望在立院能够上演蓝白合。但是这个党务人士究竟是谁呢？因为又是匿名哦，到底是谁放话，还是说朱立伦干脆就自己出来讲清楚？究竟这个现在国民党的做法或者是一个走向，会不会是在立院里面有可能会有蓝白合呢？恐怕还是得要这个党主席赶紧出来说分明哦。所以现在大家在分析，到底最后立法院长花落谁家呢？黄伟汉的分析是这样子啊，他说如果白的就民众党不挺游锡堃的话，最后应该就是韩国瑜当哦。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剧本。民众党如果挺民进党的话，就是游锡堃这个水牛伯来掌舵这个立院。那如果是不支持率的话，只要是不支持率的话，其实国民党自己本身的票数再加上无党籍的话，应该即便不挺蓝，也一定会是韩国瑜来当选，因为国民党是52席，再加上无党籍2席的话，是大于民进党的51席哦。那这场国会大战之后呢？大家有几个议题要关注，首先是 NCC 哦，陈耀祥的任期将要届满了，现在蓝绿立委首战在7月要登场哦，所以这个亮哥分析，国民党应该要对中天的事情、被关台的事情要表态。现在民进党操控媒体8年哦，终于有机会开始有制衡的力量了。另外一个就是高端是不是要让全民看得到这个合约呢？那王必胜讲说，高端近日将会开董事会哦，本周就会决定是否来公
开合约，可是都已经过了17天了，赖清德也都选上了，到底还在拖什么啊？那再来我们看看接下来是不是另外一个焦点，就是会不会特赦陈水扁这件事情哦？当初在2019年的时候，赖清德逼宫蔡英文的时候，就抛出了特赦陈水扁的议题，但是后来好像自己也绝口不提了。那我们看这个陈水扁也出庭帮女儿打赢了2个官司，贪污案却无法出庭，保外就医现在争议又再度就是又被大家讨论起来了。他可以帮陈信妤去打官司哦，但是自己的贪污案却没有办法出庭，而且他在这个陈信妤的这个官司上面还庭上答辩了20分钟哦。那怎么回事呢？很多网友在讲说啊，在台南呢帮女儿辩护啊，那没事了啦，因为台南嘛，民主宝地，当然一定是挺阿扁的哟。所以我们看这个施明德昨天才离开了嘛，离开了大家，所以很多人在缅怀他，想念他。林欢强也讲啊，施明德在生前有2个预言都应验了。第一个预言是民进党全面执政的话，真的是毛骨悚然哦。第二个预言就是民进党只要贪污被人抓，都说是政治迫害，然后全党挺他。现在看起来民进党就是如此哦。那我们看在台南这边，这个林俊宪看起来这首先是宣布自己当选了吧，但是他当选的背后竟然藏着怨气，被人家分析哦。双语无法党的这个萧凌宏哦，他其实没有任何的竞选活动，他在台南这边跟林俊宪同一个选区，他连自己都不投给自己的情况之下，拿到了3万多票，3.8万票哦。那这个因为案子缓刑不能参选的王家珍也是隐形的参赛哦，又出现了这个27000票的这个废票，所以这6万多张票啊，这2个加起来6万多张票，等于就是对于民进党最无声的一个抗议啊。在台南这边看起来都不再那么挺民进党了嘛。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费委员，接下来的国会到底这个党魁会花落谁家？我们即将上台登场的2月1号的第11届立法委员确实跟以前的打法是不太一样哈。以前我记得在陈水扁时候这个蓝营过半赢得很大概3/4最高的3/4，那就一面倒了蔡英文当总统这8年是民进党单独过半所以在立法院打完几仗以后就打没有意思嘛，最后通通用这个表决通过。这次就不一样了哈。民众党人数虽然少，可是它就是一个决定性。要过半呢是113亿除以2要57席，国民党加友军54席，民进党51席，另外8席呢一定要争取到。国民党这边一定要争取3票，或者是4票，当然比较稳了哈。所以这个生态就从此就改变哈，就要改变哈。我们先想选院长、副院长好了，有3种选择的方法，一个蓝白合，那就很清楚了哈。一个是白绿合也很清楚，另外一个就是3个党各推出自己的候选人，那也很清楚。所以第一个选院长的方式就变得相当的复杂。我想这个在2月1号到应该是在1月29号甚至30号才会定案再来这次的国会我们针对这个官员的同意权，举例像我们的大法官，像我们的监察委员，像即将到的 NCC 的委员，都要立法院要多数决通过那这个时候民进党如果说你不跟其他的政党合作的话，你要通过很难。像 NCC 的陈耀祥平常讲一天到晚这个就是做一些我是觉得胡作非为的事说关这个中天就中天，说给环宇还有什么过他就给他过中嘉这个我是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是一个独立机构他根本扮演着东厂的角色。那这一次的立法院这个生态改变了。如果像陈耀祥这样子的人想要去这样胡作非为又会通过，我想改变了这改变。所以这次的立法院的生态大幅的改变，当然很多事情就会影响。至于开始主持人讲到说韩国瑜跟王世坚还会不会针锋相对，我想不会的。为什么呢？
立法委员不能质询立法委员嘛，啊，最多说哦，你做了什么坏事，我给你我开记者会给你揭你的伤疤。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我也揭你伤疤，最多只有这样子。或者在法院的时候，互相去拉人说他同意了我就不同意，我同意了他不同意，我要怎么办？大概只有这种状况。像以前在台北市议会，因为一个是官员，一个是议员，那个状况在立法院他们两个这个事情不太会发生。但是合纵连横啊，像苏秦的合纵连横呢，在往后的这4年呢，是经常会发现会发生的哈。其实我想这个民众党支持蓝，让蓝出来当院长，支持绿，让绿当院长。但是在很多的议题啊，以我对黄国昌的感觉哈，黄国昌第二，我跟他同事过，他是很认真的人哈，非常认真操守也很好。如果说再碰到有一些大是大非的题目，他未必会支持哪个党，他会坚持他的理念。当然，他们坚持理念的话，那个法案就可以过；反之，那个法案就很难过。好，请教介老师。你知道这个民主政治的话，政党只有2种，一个叫执政党，一个叫在野党。那你如果投票加入了另外一个执政的党的话，你就是执政党，你不是在野党。就是所以我不晓得现在这个台湾这个民众党他晓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你如果说你的人进入到执政党的政府里面去，或者在你议会里面啊，你跟这个执政党的人的这个结合的话，那你就不是在做制衡了，你就不是一个反对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最起码的分野啦。那比如说在内阁制国家的话，你比如说现在日本的公民党，他跟这个现在的这个自民党，他们就是联合执政啊，他就不算在野党，他算执政党啊，对不对？所以现在的这个国民党是不可能变成执政党的啦。那我觉得国民党应该在这个时候也应该会拒绝哈，如果这个赖清德政府向国民党说哎呀，我希望国民党人才也加入我的政府啊，应该是要拒绝的。因为这个是违反这个民主政治所谓的制衡的一个理念啊。那可是如果说还有政党的话，还有人去加入了现在执政党，他就不能算是反对党。那另外一方更不要说了，国会的攻防，国会攻防只有一个执政跟一个反对，你不可能说我还去支持这个执政党啊。这个部分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政治体制已经够乱了啊。现在我们60%的多数人要去服从那40%的少数人哈，以前这个是古今中外都很少见到的，这不叫民主啊。民主的基本原则叫少数服从多数啊，哪有叫多数服从少数的呢？所以这个已经够乱了。如果立法院再搞成这个执政党跟在野党都搞不清楚的话，那我觉得台湾未来4年就是一片乱，一片乱。大家都说，我照我自我主张，那还要制度干嘛呢？对不对？体制有问题嘛，现在就变，所以我觉得在立法院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谁是在投机，谁是在不尊重这个民主政治的原则，谁是在真正要做一个忠诚的反对党，忠诚的为人民看好荷包，监督好一个滥权贪赃枉法的一个政府。这个工作我觉得在目前台湾面临的整个的这个一个内外都很多挑战的局面上谁能够扮演好反对党，那么才会得到真正台湾老百姓大部分的60%的老百姓的这个支持跟赞赏。所以如果说这个时候一念之差啦，觉得我也要去合作，去跟一个贪腐政权已经有8年记录贪腐去还有合作的空间的话，那我觉得台湾60%的选民60%的老百姓会对这个政党会慢慢会失望，最后会唾弃。这一点我觉得在这边我就明白，就是提醒民众党，你们搞清楚你们不要搞得又不执政又不像执政党，不像执政党，反对党不但反对党，最后你有什么理念？你是一个新公民运动，但要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改变台湾政治文化就是把台湾的政治文化搞成大家都齐强吗？没有坚决的明白的政治主张吗？没有明白的知道自己站在是哪一个位置吗？
你今天如果说在这边啊，你在民进党在这个立法院，你要跟这个民进党合作的话，那请问你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个什么角色？我们这个社会投票给你，很多人会觉得说，请你出来制衡，来这个把绿色拉下绿色执政，结果你一拿进入了立法院，你去跟绿色合作，这算什么？这算什么一个政治的诚信呢？好，请教赖老师。我大胆预测了哈，我是根据这几天民众党他们所释放出来有关于院长，还有他们未来在立法院他们的活动的讯息，我来判断啊。他们有强调一点，就是他们不在乎谁当院长、副院长，他们不在乎。第二个，他们强调的是他们要团进团出，所以如果从这2个原则上来推断的话，我个人觉得2月1号的时候，民众党自己也会推出自己的正副院长的候选人，那就完全按照这个法律规章程序来走。那也就是说，3党都会推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那当然，在第1轮就不会有人通过了啊。那当然就进入第2轮的投票。第2轮的投票，我个人的判断是，他们也不会开放性投票。有人估计说到最后，他们就民众党开放投票，由他们自己去投。那这样的话就违背他们团进团出的基本的原则。那如果还是要团进团出的基本原则，那他们的投票就会投还是不会投？我的估计是不会投。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他们不在乎谁当院长跟副院长。既然是如此的话，他们理论上讲，他们就应该不会投，那就由蓝营的跟绿营的自己去厮杀。那蓝营的如果能够争取到有党的支持然后出席率又全部都满的话，那也一定是假动嘛。所以所有人都会去出席。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推断来看的话，蓝营获得正副院长的机会的可能性是最高的，我是这样来推断那至于国民党内有人来放话，我觉得这个是很愚蠢的事情。说在锁定黄国昌，坦白说，你国民党现在想要把手伸到民众党内，或是在挑拨民众党内部，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一种策略，基本上来讲是极为愚蠢。因为这个不利于之后政党之间的合纵连横。所以我个人认为，国民党的这种放话文化真的应该要停止了。再不停的一直不断的放话，对他们不利。接着开会之后呢，有关于 NCC 的问题，我倒认为，对于民众党跟国民党要有利的话，那就必须要有强而有力的媒体制衡。那既然现在的整个国会生态已经终结了 NCC 由民进党独大，民进党一手揽，虽然我们都知道 NCC 应该是超越党派的，但是很明显的，也很可惜的，也很遗憾的，我们的 NCC 现在被运作到已经不是超越党派，所以我们的舆论也好，社会共识也好，都认为 NCC 已经不再是一个超越党派、属于我们人民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机构了。这样的情形，现在的立法院的生态又把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基础又打破了。我们可以重新的把 NCC 抓回手中，所以我倒觉得 NCC 民众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在这个部分里面，一定要让媒体有更多的平衡的力量，不要让绿媒独大、绿媒专美于前。这个部分里面，对 NCC 就当然要狠狠的介入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